当时1811年有一个德国海岸起义，当时有120多名黑奴，他们的头颅就是被这么扎着，然后展出在了拍了很多次的杰克逊广场。他这样的表现方式太赤裸了，我有点冲击的。我觉得世界上有2个平是最难获取的，一个是和平，一个就是公平。原本是一场荒野大镖客的圣地巡礼，却无意间走进了新奥尔良历史的暗面。鱼龙混杂的圣丹尼斯只是新奥尔良故事的序章，而它沉重的正文关于黑奴、土地、生存与音乐，此刻才真正的展开。为什么新奥尔良会成为黑奴贸易最核心的集散地？以及黑奴过着怎么样的人生，又被奴隶主怎么样的对待？欢迎收看《美国往事》的第2期。在这期中，我们会跟你聊聊真实的黑奴和种植园的故事。玩过荒野大镖客的一定知道这是哪儿。是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兄弟们有没有骑着马过来烧过这里。那荒野大镖客里边布雷斯韦特家族的原型就是我现在面前的这个橡树庄园。其实这个庄园正对面的位置就是著名的密西西比河，沿着密西西比河的流域两边啊，像这种种植园非常的多，但是这个确实是最有名的那个。新奥尔良西南85公里处的橡树庄园，这里标志性的28棵百年橡树组成了一条300岁的橡树隧道，配上尽头豪华的希腊复兴风格的白色主楼，让它不断地出现在各种的影视作品中。那当然，很多人会以为《乱世佳人》也是在这儿取的景啊，其实并不是。那这是一个误传，但是确实景是非常像的，也是非常漂亮的。那这里其实还蛮有故事的，不光是《荒野大镖客》里边被烧过啊，其实《夜访吸血鬼》里边它也被烧过，都被烧过，所以还挺有趣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记得这一幕的时候，我们去救那个小杰克的时候啊，我记得就是有个孩子被绑架了嘛，对，然后你是在那个2楼，你躲着，然后射击下面的是人。我们现在到了它这个2楼，这个位置应该是狙击点。对，亚瑟他们应该是从那边过来的，真的是超级高度还原游戏里面。当然，我们还额外买了参观 Big House 内部的票啊，但可惜里边不让拍摄，所以很遗憾的没有办法拍给你们看这里边有多么的奢华。不能。OK。甚至有个由奴隶在隔壁房间手动操作的不连风扇系统，这样用餐的主人既能享受到凉风，又不用跟黑奴共处一室。就真的挺离谱的。这边是花园，那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种植园，非常的大。我们从这个 Big House 里出来了，大家其实可以从这个整个种植园的面积、建筑，包括它这个整个的装潢都能感受出来，它以前在这块有多么的荣耀、富裕。对，富裕。你猜这块以前是种什么的？棉花。不是棉花吗？你刻板印象。居然不是棉花。种植园不光是种棉花。真的吗？种甘蔗。甘蔗。对，其实这座庄园是由法国移民罗曼于1837年建造的，是依靠甘蔗种植和黑奴劳动积累财富的这么一个典型的南方种植园。在南北战争后，随着奴隶的解放和经济的转型，庄园逐渐走向了没落，并多次易主。1925年，庄园被斯图尔特家族买下并修复，1972年开始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但在刚刚导游的讲解中，我们听到的更多是房子主人的故事和之前他们的生活方式，直到走到了庄园的深处，才看到了保留了几栋这个黑奴住过的小木屋。大家看到我们现在面前的这几栋房子，它是在 Big House 就整个庄园的后面，这就是当年黑奴住的一些宿舍吧，算是小房子，后面厕所。美丽与残酷是同一条林荫道上的两面，白色柱子撑起的是南方贵族的黄金时代，而这些木屋中所炼的痕迹同样是这段种植园历史的重要构成。但在讲解中，这部分似乎被刻意的隐去了。同样的感受还发生在绿皮书的取景地侯马斯种植园。好，朋友们，像这个橡树庄园的这个种植园，在这附近还有非常的多，沿着密西西比河这边大概有几百个这样的园子。然后大家看我们身后的这个，哇，这是最豪华的，这是当地可以说是最豪华的，或者说他们是最有钱的甘蔗种植家族的种植园，叫 Homer's House。然后Homer's House， 好马。对，然后如果大家看过绿皮书的话，应该对这一幕很有印象。那是什么大鸟啊？鹈鹕。
不是天鹅。哦，那继续。天鹅。如果大家看过绿皮书的话，应该会对那一幕很有印象，就是这块是不让上厕所，你知道吧？不让上厕所，我可憋死了，我就想一会儿赶紧上个厕所呢，我憋了1个小时了。不是，为什么不让上厕所？就是绿皮书里那一幕，不让黑人在这上厕所是在这儿拍的。Excuse me, Don. Lovely work in there. Why, thank you. Are you looking for the commode? Yes. Yeah, here, let me help you. It's right out there for that pine. I prefer not to use that. 复刻一下那个机位。我们是游客是可以上厕所的吧？现在黑人也能在这上厕所呀！我说的是绿皮书那个电影里。你气死我了！大家放心啊，厕所他顺利的去了。侯马斯种植园因为丰富多样的花园景观被称作南方优雅的典范，吸引了非常多的选择在这里办婚礼、拍婚纱的新人。与此同时，19世纪时，这里曾经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奴隶种植园，因为巨大的产糖量，这里曾被称为糖宫。但如今黑奴的痕迹几乎是所剩无几。我留意到，不仅是我觉得奇怪，网上也有一些这样的评论。关于黑奴故事被隐去的争议，庄园对此的回复是这样的。当然，如果大家是为了拍照，那侯马斯种植园确实是最漂亮的那一个。在这里的礼品店中，最显眼的位置是一本名叫《漂亮的房子》的画册。顾名思义，就是将密西西比河沿岸这些漂亮的种植园的 big house 都拍下来，收集成册。这也确实成为了大部分种植园现在的这个宣传重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参加了他们那个 tour， 我发现一点很吊诡的是，他们的所有的向导，哪怕是黑人向导，他们都会把重点放到房子上。这家族人为什么会这么富有？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大量种植园都是靠这样漂亮的房子去吸引游客，所以我们就找到了现在的这个种植园。这个种植园叫惠特尼种植园，这里是新奥尔良唯一一个真的在讲黑奴的种植园。在密西西比河畔新奥尔良的上游，有一片历史上被称为德国海岸的区域。因为新奥尔良是18世纪大量德裔移民的登陆点，所以最早的密西西比河两旁的这些种植园的奴隶主也都是德裔，德国海岸也因此得名。那我们来到的这一座惠特尼种植园的前身海德尔庄园，就是在那时坐落于此的。那其实真正把这个种植园打造成黑奴博物馆的是一个叫卡明斯的人啊，就是他当时是路过这里的时候花了30万美金把它买下来又重修的，历时15年1000万美元的修复，最终在2014年成为了如今以黑奴视角为核心的历史博物馆。我们的讲解苏珊就是从种族隔离时期长大的新奥尔良本地人。I grew up in New Orleans during segregation, and if you witness, you must bear witness, is the way I look at it. So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m here. We'll go inside. You're going to meet the children of Whitney. You're wearing a child of Whitney on your lanyard. I'm going to give you a history of this place through the enslavers. So let's get started. Let's go. 虽然说游客并不多，但是这里边的这个讲解器它还是中文的，它里边有中文。他们这每一个庄园的主人住的房子叫 big house 嘛，然后刚刚这个解说器里面听到的是他们给的翻译是大豪宅。其实这个庄园比起来我们之前看到那些，它的华丽度会降低很多，但是这种奴隶住的房子更多。参观种植园的遗址时，我们经常看到奴隶的小屋旁边有这种简陋的鸡舍 chicken 鸡窝，装鸡的，这是他们自己养的鸡，这就是他们鸡笼，这是养鸡的。在当时的美国南方，各个蓄奴州都陆续出台了禁止奴隶饲养家畜的法案，但在其中，鸡成为了唯一被漏掉的动物。所以对于黑奴来说，鸡肉几乎是成为了为数不多的蛋白质的来源。所以他们结合着西非的香料，最早的美式炸鸡就在这样受限的环境中被创造了出来。在奴隶制废除以后，这份手艺更是成了许多黑人迈向自由的第一份谋生的手段和创业的起点。可就是这样一个凝聚着一个种族生存与韧性的食物，后来却被扭曲成了种族歧视的符号。Home-cooked fried chicken. 绿皮书的电影中，糖的强颜欢笑之下，是整个美国社会对黑人族群长达100年的刻板定义。电影会落幕，而历史的舞台上，黑人所面对的生存现实，就镌刻在这些黑奴的小屋之中。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儿展开黑人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因为整个新奥尔良特殊性。
它是整个密西西比河在美国最南部的一个入海口。之所以这块有大量的黑奴，也是因为从19世纪以来，蒸汽船开始被发明，航路运输这个新奥尔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数十万的黑奴从美国东部强行转运至此，它也因此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奴隶市场之一。There's a saying, brutality in cotton, but death in cane. There was a 7-year life expectancy in these fields.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这看着有点像关牢似，就是牢房似的。在奴隶拍卖的时候，奴隶就被关在这样的地方，然后当他们被卖出时候，他们被清走，然后会有新的一批奴隶进来。黑人的生命与劳动从一开始就是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基石。这是当年蓄奴的一个比例，越深的是奴隶越多的地方。我们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Louisiana shaped like a boot, cotton from the ankle up, cane from the ankle down. And look at the map above them. There were 1,536 of these sugarcane plantations on the Mississippi River alone. So, intensely farmed and intensely populated by enslaved people to make that sugar. 然后奴隶之间的价格其实是，价格应该不等吧？不一样的，对。根据劳动力的那个强弱，应该是。他们奴隶之间也是分等级的。这里边说了，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愿望，你知道是什么吗？进那个房子里做奴隶。做第一等的奴隶，那是他们能看到的这辈子能做到的最高级别的。其实不光是为了尊严，也是为了能够穿到稍微干净一点的衣服，体面一点。所以这里面是 house slave 的房子，这边的话要住得好一些。他们有独立的床，有独立的桌子和椅子。最顶那边是那个最低等级的，他连床都没有。Under the Civil Code, enslaved people are considered immovable property by operation of the law.Which means that they are treated commercially and legally the same way that we treat a building or land. They are real estate, which makes them mortgageable. 这是当年交易的所有这个奴隶的价格，34岁的可以卖到1200刀，其实不便宜，当年的1200刀。这个30岁能定到1500刀，是因为带了好几个孩子。奴隶主会觉得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都能。又是新的生产力。Risk might mean scarring across the back for going maroon, meaning leaving the plantation. Malady might be a tumor, hernia, something. If it's not disclosed prior to sale, then that buyer can take that seller up to the Louisiana Supreme Court and sue for a refund or an even exchange of the slave pen. And it was done. Azor is 11 years old. He sold for $725 as a house servant.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0 could not be sold away from their mothers.Under the Code Noir or the Black Code. So he's a majority to be sold. The lowest price of all goes to lot number 61, Seri, described as an idiot, $105. 这个我其实说实话，我并不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定价的，就可能太残酷了。Be sold down the river 是美国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大概就是被骗了或者被背叛了。但追根溯源 ，river 指的就是密西西比河。而这句话就指的当时将奴隶沿密西西比河贩卖到南方条件更为恶劣的种植园，这种命运通常被视为死刑的判决。你看，这是当年他们被拴起来的时候，看，哎呦天哪！他们的头被这样的东西拴起来，脚被这样的东西拴起来，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对这个套过脖子，然后这是、天哪！这个东西拴小孩。天哪！ At the neck like oxen, shackled at the ankle for the duration. Women walk with ropes around their necks. 生锈的铁链。明码标价的人，当历史以这种具体的遗物呈现的时候，它便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这些遗物无声，却震耳欲聋。刚刚我听了一下这个解说，他们是还要制糖，挖出来之后很快就不能停下来，要立刻去把它作为一个2次加工的处理，因为那个甘蔗一旦挖出来之后不处理会很快的腐烂。现在是9月底，这个太阳晒到我的后背。我感觉就像在被针扎一样的疼。想想那个时候，他们就在这种阳光下，一天18个小时是吗？他们一天就是没日没夜的一直在这儿劳作。让惠特尼种植园与一般种植园区别开来的，不只有陈述视角的侧重，这里还有一处单独纪念的区域，供游客深入的了解那段往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有很多的碑啊。上面记录的这些都是被奴役过的黑人，让他们讲述当时发生的故事。我的妈妈有15个孩子，而没有任何一个是相同的爸爸，因为每一次他被卖掉，他都会得到一个
不同的男人，为了能让他继续，相当于是一个生殖的工具。Anna's first memory as a 4-year-old was of being on a big boat on Mississippi out there, and of her mother falling asleep and being thrown overboard. She was either dead or dying and was jettisoned. When she was in her late teens, she was raped by Antoine Heidel, Marie Azaley's brother. You can see a little short brick wall back there. That is the Field of Angels, dedicated to 2,200 infants and children who died in St. John the Baptist Parish in slavery over a 20-year span. 他们的死也直接导致了整个解放黑奴宣言的一个诞生。天哪，看不了这玩意儿。Way in the back behind that tree line is the 1811 Uprising Memorial, dedicated to those who rose up against slavery in the largest slave rebellion in the South, and this was hidden history. 当时有120多名黑奴，然后逃出了自己的种植园，换上了简易的武装，拿上枪向新奥尔良进发。然后这些人95个被当场打死了，其他的人后来被军事法庭也宣判就是有罪。对，然后他们的头颅被当街砍了下来。我靠！然后当年他们的头颅就是被这样的尖物被这么扎着，然后展出在了前2天我们拍了很多次的杰克逊广场。我靠！就是在那个杰克逊广场。我有点绷不住了，朋友同志们。他这样的表现方式太赤裸了，我有点冲击的。然后你看那个牵牛花，攀着那个长上去了。哎，他们会给他们留下很多这样子的，这应该是游客给他们留下来的。应该是游客给他们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没有过童年，没有过各种首饰珠宝，还有信呢，还有给他们的信。Oh, this is really touched. Yeah. So I threw a quarter in, and then on your little badges, you can find your person. Like mine is Frances Doby, and this is Frances Doby. Oh, this is your. 我的票上面是 Julia Woolridge， 是个女孩，她的票上面是叫 Peter Barber。你再去找他们。1863年，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解放宣言颁布，法理上的奴隶制崩塌了。然而自由来得如此的突然，他们双脚迈出的却是一片更加复杂和迷茫的荒原。许多黑人不知道该去哪儿，他们的人生也从来没有过对庄园外的幻想。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因为多数的南方蓄奴州禁止黑人识字，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放了。战后，南方各州用一套吉姆克劳的法案，筑起了新的高墙：平等但隔离。讽刺的是，在解放宣言颁布了33年后，所谓的联邦最高法院在荷马普莱西案中为这堵高墙颁布了合法的通行证。然后呢，荷马普莱西其实有1/8的黑人选人，他就故意跳上一个只有白人才能坐的马车。但是很遗憾的是，就这个事儿当时被诉到了全美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最终还是一判他败诉。法官觉得这并不违反宪法修正案的第13条和第14条，就是那个里面规定了，就是黑人跟白人是平等但隔离。Our ex-governor back in 2022 decided to pardon Homer Plessy for that heinous crime that he committed all those years ago. Do hereby grant a full posthumous pardon for the above listed offenses to Homer A. Plessy. 但真正的火焰往往由一粒沉默的火星点燃。裁缝女工罗莎·帕克斯在下班巴士上平静地拒绝为一位白人男子让座，她的被捕点燃了蒙特马利5万黑人压抑已久的怒火。一位年轻的牧师走上了前台，领导了一场长达831天的巴士抵制运动。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金。I have a dream. My 4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1960年，格林斯伯勒4个黑人大学生坐在白人专座上沉默抗议。
任凭酱汁浇头的侮辱与点燃的香烟的烫痕，最终引爆了美国全国300座城市的静坐浪潮。1963年8月28日，25万人向华盛顿进军，最终迫使国会于次年通过了里程碑式的民权法案。I urge every American to join in this effort to bring justice and hope to all our people and to bring peace to our land. There's warm applause from members of both parties.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从第1名带着镣铐登陆弗吉尼亚海岸，到白宫迎来第1位黑人主人，这条路他们走了389年。如今，非裔美国人群体已经成为了塑造美国面貌不可或缺的力量。从国会大厦到 NBA、NFL 球场，再到每一段定义了美国精神的音乐里，名垂青史和不为人知的英雄，都为此奋斗过。在这片土地上，关于身份与文化的定义权，从来都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坚韧的争夺。关于我们是谁，这场漫长的谈判，至今仍在每一个音符、每一次不息的抗争中回响。